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送葬人。三个大学生为了省去昂贵的房租，他们特意租了一个据说闹阿飘的屋子。这里看起来虽然破旧不堪，但不过好在价格比较便宜。最终三人决定入住下来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一旁的柜子突然打开了。等她走过去一看，却发现里边啥也没有。小美本以为是男朋友搞的鬼，可下一秒，男朋友却从一旁的厕所走了出来。不过两人并没有多想，而是前去迎接了叔叔一家。毕竟是乔迁新居，为此他们还专门开了一场派对。可能是太过无聊了，叔叔的女儿一个人到了楼上。随后他将目光看向了柜子，在打开的一瞬间，另一个柜子突然冒出一个东西。看到里边啥也没有过后，女孩再一次关上了，而对面那个黑影也慢慢退了回去。突然一个硬币的声音传了过来。等女孩走过去一看，果然桌子底下有一枚硬币。女孩本想着把硬币拿走，可转念一想，这样做不对，于是她再一次把硬币放回了桌上。没过一会儿，叔叔带着女儿离开了，而小美则是带着一个女人上了2楼。原来这个女的是一个灵媒，小美请她过来就是为了给房间做一次净化。这个时候小黑走了过来，他让小帅一块去打棒球。就在小帅准备要换衣服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桌子底下有一枚硬币，可是刚把硬币放进抽屉里，下一秒却又突然掉了出来。小帅本以为抽屉里有窟窿，但拿起来一看，他懵了，只见上面写满了4个字：别看别说。随后他又把纸撕了下来，这一次上面写着送葬人3个字。因为棒球比赛要开始了，小帅并没有多想就玩了起来。很快所有朋友都离开了，而金姐也做起了净化仪式。看到这一幕过后，小黑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阿飘，所谓的净化也都是假的。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是灵媒，4个人决定玩一场通灵游戏。没过一会儿，金姐有了感觉，她说小黑的父母是死于车祸。听到这句话，小黑瞬间懵了，因为他和金姐刚刚认识，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说过。但小帅听后还是不相信，他认为肯定是小美告诉给了金姐。为了增加游戏难度，小帅把钥匙放进了一个盆里边，随后他急忙赶了回去。这一次他让金姐猜自己藏了什么东西，金姐听后继续感受了起来，但这一次看起来特别难受。就在小帅以为他是个骗子的时候，金姐直接把钥匙的事说了出来。小帅听后还是不信，他认为刚才金姐听到了钥匙的声音。这个时候金姐突然来了一句：有东西来了，而且东西还一直重复4个字：别想别说。看到这一幕，3个人瞬间懵了。小帅刚说出送葬人3个字，家里的灯瞬间停了。等小黑再一次把灯打开，只见金姐在地上痛苦的躺着，而小帅也终于相信金姐是灵媒。到了深夜，小帅突然被惊醒，此时他对面似乎站了一个人儿。等打开灯光一看，原来只是一件衣服而已。就在小帅准备睡觉时，突然听到女朋友说了一句梦话：小黑我爱你。他本以为女朋友是在开玩笑，但问了很多遍，小美并没有回答。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，等小帅下楼一听，原来是小黑和金姐在屋里加班呢。就在小帅准备上楼时，那个声音从另一个方向又传了过来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慢慢的朝着声音走了过去，但诡异的是楼下啥也没有。到了第2天，小黑准备开野马跑车送金姐回家。说到车，我上个月也刚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才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二手车才更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试开3天，放心买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们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。没过一会儿，俩人到了。就在金姐准备下车时，小黑突然发现他头发上有很多虫子，但诡异的是，等他再一次看去，虫子却消失了。本来小黑还要加一会儿班呢，看到这一幕过后，他瞬间没了兴趣。很快他到了家里，而小帅也有了新发现，只见墙上布满了很多抓痕。随后他把这个事告诉给了小黑，但小黑却认为是那天派对朋友弄的。说完过后就前去了厨房，并且对着小美说了一句：你纯洁又漂亮。而这句话刚好被小帅听到，但他并没有多想，而是认为小黑还没有醒酒。听着小美一直咳嗽，小帅想着给她泡一壶茶吧。这个时候小美再一次睁眼，只见小黑啥也没穿，说了一句来吧。诡异的是，小帅似乎没有听到那句话，再一次看向门口，小黑却突然消失了。到了晚上，诡异的声音再次出现了，而且无论小帅怎么喊小黑和小美，却始终没有人回应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一个人跟着声音走了过去。可打开门一看，抓痕那个地方并没有变化，门口也是空无一人。就在小帅准备要回去的时候，声音再次传了过来，而且位置就在地下室。因为担心有坏人藏在里边，于是小帅走了进去。经过一番摸索过后，只见这里的墙上也有抓痕。
突然金币掉落声传了过来，等小帅捡起的那一刻，一个人影突然闪了过去，小帅被吓得急忙跑向门口，突然门又诡异的关闭了。小帅本想继续逃跑，这个时候小黑和小美赶了过来，原来他们俩一直都在客厅，根本不知道小帅喊过自己。小帅听后气坏了，他认为俩人肯定背着自己干坏事了，刚才自己明明喊得那么大声，怎么可能会听不到呢？为了让小帅相信自己，小美给他看了一本书，只见上面画着一个神秘人和一条狗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帅想起了送葬人，但他还是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阿飘，直到小美说了一句话，送葬人三个字一直在脑子里徘徊，如果他们想忘掉，那么眼前就会出现幻觉，从而让自己失去理智。到了深夜，小帅再一次醒了过来，只见对面的衣服看起来像个人影，而且柜子也在同时打开了。这个时候小美突然醒了过来，但柜子里那个东西却消失了。等小帅再次看向衣服，经历过这个事儿过后，小帅彻底相信送葬人是存在的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和小美约定2点见面，而自己则是去查一查送葬人3个字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到了档案馆，但搜索完送葬人过后，却显示根本没有相关资料。随后他又搜起了别想别说，这一次确实有一条资料，上面显示作者雷德，作废文件69号。看到这一幕过后，小帅急忙找了管理员黑妹，庆幸的是那个资料刚好没有被销毁。随后他翻看了起来，只见里边同样写满了别想别说4个字，而且里边还写了一个新闻，在1969年，一个少年把自己的家人全部杀死。当警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而他却说送葬人强迫我做的。听到这个事儿以后，黑妹想起了这个资料的作者雷德，当时他和少年一样似乎发疯了，嘴里一边说着别说别想，一边拿着枪追赶自己的家人。最后他二话没说就让家人去领了盒饭。就在他准备要自杀的时候，无论怎么扣动扳机根本没有反应。随后他又拿了一瓶下水道疏通剂。这个时候送葬人突然出现，看到这一幕，他先是说了一句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然后二话没说就喝了下去。最后他自己也领了盒饭。因为并没有很多的线索，一看时间才1点40，小帅想着再看一会儿资料吧。可没过一会儿，送葬人突然出现。小帅本以为是幻觉，但再一次看去，送葬人更近了，而且每一次低头，送葬人都会更进一步。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等他再次看向手机，只见已经2点37了。因为和小美说好的2点集合，小帅不得不急忙跑过去。没过一会儿，他看到了小美，但他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和小黑抱在了一起。看到这一幕过后，小帅急忙躲了起来。等他再一次看向俩人，送葬人再一次出现了。小帅也终于意识到刚才只是幻觉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向金姐寻求帮助，让他再一次给家里做一次驱灵仪式。不久之后，俩人出发了。在车上，金姐说起了送葬人，她把这3个字给闺蜜说了一下。自此以后，她就会出现幻觉。通过包里带血的锤子来看，很显然闺蜜已经被杀了，这就说明送葬人3个字不能告诉别人，一旦扩散开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时候，金姐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家人出了车祸。看到这一幕，她急忙让小帅停车，而自己则是准备过去帮忙。小帅先是看了一眼锤子，然后也急忙下车跟了过去，但在他眼里根本没有看到出车祸的一家人，很明显这又是幻觉。小帅拼命喊住金姐，可金姐根本不听，在他眼里那家人还在。这个时候火车刚好开了过来，尽管司机已经拉起手刹，但下一秒看到这一幕，小帅被吓得彻底绝望了。不久之后，警方也到了现场，小黑和小美也赶了过来。因为出车祸那家人是幻觉，在火车司机眼里，小帅拿着锤子在追金姐，他认为小帅绑架了金姐，金姐为了逃跑才会出事的。最后小美和小黑回家去了，而小帅则是被留下来审问。经过一番调查过后，警方在金姐家发现了一封遗书，上面写着她杀死了闺蜜，并且还计划着要把小帅他们3个一块杀了。也正是因为此事，小帅最终摆脱了嫌疑。没过一会儿，叔叔赶了过来，他一直询问小帅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小帅心里很清楚，他知道一旦说出来，叔叔就会遭殃。为了不连累其他人，他二话没说就开车离开了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到了家里，这个时候耳边突然响起加班的声音。等他走过去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小美和小黑在加班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帅彻底生气了，他拿起棒球棍就来了一下。可再一次看向小美时，他正躺着睡觉呢。小帅终于意识到刚才又被幻觉欺骗了。这个时候，黑妹突然打来电话，她说自从上次查完资料过后，她脑子里总会出现送葬人3个字。小帅也在同时有了新发现，他在小美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张纸片，
上面写着雷德作者的妻子，太阳山路83号床头柜。因为雷德作者已经领了盒饭，他的妻子为什么活了下来？这很有可能是唯一摆脱送葬人的办法。随后他急忙挂了电话，而黑妹则是说了一句我一会儿就到。随着镜头缓缓移动，只见黑妹正拿着一把刀子，身后还躺着被他杀死的家人。不久之后，小帅到了作者家里，他让老人把作者说的一切都告诉自己。原来作者雷德当时是一个记者，少年杀人案发生以后，他就一直在打探这个消息，最后查出的结果则是某一种死神能让人疯狂。自此以后，作者就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在家里写满了别说别想。老人本想问他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这个时候作者突然掏起了一把枪，明明老人啥也没说，但在作者眼里，老人就是在责怪他。不过最后作者清醒了过来，为了防止这个名字不再扩散，他把所有知道名字的人都给杀了。而老人活下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名字，作者从来没有告诉过他。小帅询问老人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，而老人则是拿了一把枪出来，他让小帅杀死所有知道名字的人，最后再自我了结，这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这个时候老人准备收拾一下篝火，突然大火蔓延了过来，只是一瞬间，老人就被火焰包围，他大喊着向我开枪，但小帅知道这绝对是幻觉。等他再一次睁眼，只见老人完好无损，啥也没有发生。小帅认为只要面对幻觉什么都不做，那么所有的事都不会发生。一想到小黑和小美还不知道这件事，于是他急忙朝家中赶去。可是刚走没一会儿，车的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人，小帅心里知道这一定是幻觉，随后他一直加速直接冲了过去。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这就是幻觉。但他这边刚准备松一口气儿，看着已经领盒饭的黑妹，小帅还是认为这只是幻觉，但他却不知道这一次并不是幻觉。此时小美和小黑也遇到了怪事，在小美眼里，刚刚进屋的小黑变成了小帅，而在小黑眼里，小美的身上全是血，根本不像活人。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来了，小黑以为小美要杀自己，小美则是搞不懂小帅看到自己为啥会跑。没过一会儿，小黑到了阁楼，他这边刚拿起剪刀，小美却突然出现在身后。这个时候小帅赶了回来，听到一阵尖叫声过后，他立马跑了上去。等他进门一看，才发现小黑正拿剪刀捅向小美。看到这一幕过后，小帅瞬间扑倒了小黑。此时的小黑似乎被控制了，他拼命想要杀死小帅，无奈之下，小帅只能扣动扳机。小黑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可当他再一次举起小黑时，才发现刚刚被杀死的是小美，而躺在地上的则是小黑。小帅再一次被幻觉欺骗了。这个时候柜子里突然走出一条狗，他二话没说就走出了房间，而那个衣服也变成了送葬人。他把手指放在了小帅头上，随后一阵画面出现，而画面里刚好是叔叔的女儿。这个时候叔叔带着女儿赶了过来，听到敲门声以后，小帅急忙到了楼下，并且让他们赶紧离开。但叔叔听后并没有离开，他认为小帅一定有事瞒着自己，为了不让送葬人伤害叔叔，小帅只能堵住房门。这个时候送葬人也赶了下来，他二话没说对着小帅就来了一枪。看到这一幕，叔叔彻底被吓坏了，他先是帮忙报起了警，然后直接带着女儿离开了。不过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小黑此时还剩下一口气儿，应该是送葬人故意留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传播送葬人3个字。当警察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时，小黑说了3个字：送葬人。